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均被美国视为竞争对手。这些年来，没少搞军事动作，在两国家门口耀武扬威。尽管外界认为美国没有这个能力一次性同时对付中俄两个大国，但是以该国现在的疯狂程度，这并不好说。尤其是当美军几乎在同一时间祭出两大动作后，日前根据央视军事发布的一则消息显示，美国海军新研制的一款9万吨级的巨型舰艇，目前已经抵达日本西部的佐世保基地。此前，该舰艇曾在冲绳附近海域短暂停留。据悉，巨型舰艇是美国海军远征移动基地舰米格尔基斯号，仅次于美军现役的核动力航母，是目前全球吨位最大的常规核动力舰艇，即可以灵活地支持多种作战任务，其中就包括海上救援。把这样一艘巨型舰艇部署在中国周边，分析认为绝对不是挑衅那么简单。要知道，自美国察觉中国在军事领域加速发展后，该国就在中国周边勾结了3条所谓的岛链。最主要的第一岛链是从日本4岛到中国南海南端，无形之中对中国构成了一道 C 型包围圈。只不过，中国海军下饺子般的军舰速度超出了美军意料之外，加上中国海军不断提高区域拒止反介入的能力，以至于美军反应过来时，第一岛链已经差不多成了一道摆设了。现在拜登上台，美国重新制定对华战略政策，虽说拉着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加入了，但单凭这不足以对中国构成什么影响。因此，美军如今将巨型舰艇部署日本基地，很可能是在试图强化第一岛链，尽力锁住中国。对此，我国人只想说，解放军辽宁编队早在2016年赴西太平洋展开远海训练时，中国航母就已经打破了第一岛链。现在美军还用这种打补丁的方式加强封锁和防御能力，是不是未免太痴心妄想了？更让外界惊讶的是，除了对中国摆出大架势，美国竟还企图对付俄罗斯。巨型舰艇部署中国周边之际，美军2架 B-1B 战略轰炸机飞越立陶宛领空，与英国等国家进行了一场空中协同演练，在立陶宛领空实施核打击演练，这不摆明冲着俄罗斯来的吗？立陶宛虽说与俄罗斯不接壤，却与俄罗斯的一块飞地加里宁格勒相邻。若美军要实施军事攻击，加里宁格勒相邻则是第一轮被摧毁的对象，几乎在同一时间对中国、俄罗斯出手。美军是想同时对付中俄，当然这也只是猜测。不过若真是这样，第一个不淡定的怕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而是美国内部。抛开中国的好性子不说，把枪口对准俄罗斯，普京会轻易放过美国吗？尤其还是在加里宁格勒这样的地方。有消息显示，俄罗斯军方可是早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导弹， B-1B 战略轰炸机又如何？以核导弹对抗轰炸机的戏码，普京不会干不出来。变相来说，美军这就是在自撞枪口，也难怪内部会第一时间嗅到来自俄军的危险味道，这无异于是送上门去找死。当今天下局势早已不是美国一国说了算，当美国想要借自己余威威慑其他国家为美国利益让步时，美国就该做好别人不会听从甚至直接反击的准备。日前，美国派出副国务卿纽兰访问俄罗斯，意图稳定美俄关系，结果刚到俄罗斯就被普京给了一个下马威，直接拒绝纽兰访问俄罗斯，直到最后一刻才放人进门，可谓是让美国丢了大脸。理所当然的，两国直接谈崩了。其实说到这件事，主要原因自然是在美国，毕竟美国一直抱着居高临下的态度，希望其他国家为美国利益让步，丝毫没想过其实美国才是有求于人的那个。所以美国明知道俄罗斯早就把纽兰设为俄罗斯不欢迎人物，还偏偏要派他出门谈判，这不是欠收拾吗？就美国这种态度，两国不谈崩才怪。那么问题来了，美俄对谈崩分别是什么态度？为何随后普京的动作让美国差点气死？说起来，美国对谈崩并没有多大的感受，总归失败也不是1次2次了。但是普京的动作让美国差点气死，于是前脚谈崩消息出来，后脚普京就公开表明态度了。据媒体报道，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俄罗斯能源周主题论坛全会，在会上面对采访，他直言，中国是俄罗斯最可靠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而中国早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1大经济体，并且在被问到有关于一个中国问题时，普京更是直接表明态度，中国大陆不需要动武就能够实现国家目标。
这番话一落音，美国真的差点被气死了。毕竟美国现在左顾右盼，就瞅着找准机会离间中俄，最好两国对立互相消耗，让美国坐收渔翁之利，甚至两国分别帮助美国，让美国安全度过现在的危机。所以普京在美俄会谈失败后明晃晃站边，对此美国可不得气死吗？为何说美国迅速出手送好处，好处给了谁？从普京这反手一击中，我们能够明显看到，这么久美国和中俄分别会谈全做了白工，现在美国即使有盟友，也是独木难支，想要和谈更是态度架得太高，难下来了。如今美国面临的就是要么用实力把两国全部压下去，要么对中俄低头。所以美国迅速出手，低头送好处，把之前说了半天没落实的关税豁免给落实了下去。如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在重新拟定豁免549类中国进口商品关税，如此一来，贸易战偃旗息鼓，双方关系也能稍微缓和，美国自然就能松口气了。但是美国能安安分分低头吗？显然不能。美国一边试图缓和关系，一边却举着大棒威胁的事儿可没少干，对此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在10月14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整，我国载人航天的官方账号对外宣布，我国空间站即将迎来第二批乘客。神舟13号载人飞船即将于16日凌晨0点23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而在消息发出的当天，我国相关发射中心还在为运载火箭长征2号 F 遥13火箭加注推进剂。消息在传出之后，很快吸引了全球的高度关注。最核心的一个关注点是，本次发射任务将是我国第6次针对空间站相关技术的验证，也是该阶段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官方更是在对外消息中着重强调了关键一词，这也足以见得我国对于此次发射任务的重视。从相关消息的收集中可知，本次发射任务要测试的有5个技术验证目标。第一是关于机械臂在空间站组装建造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验证；第二是航天员执行多次出舱活动，为空间站安装多型的机械臂组合，为未来空间站的自主建造做准备；第三是验证航天员长时间在轨的生理变化；第四是进行在太空环境下的各种领域的科学实验；第五是全面验证各系统在空间站的功能情况以及与系统的匹配性。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有网友注意10月16日这个发射时间点十分巧合的与我国首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日子吻合。此外，有好事者跟着这个线索往上追溯，还发现神舟12号的发射日期也与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的纪念日吻合。如此的巧合也让很多人认为这可能是某种程度的浪漫了。值得一提的是，有观察人士指出，伴随着国际空间站退役在即，全球航天领域都在关注中国的航天近况。届时，中国的空间站将是全球唯一一个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目前已经有很多国家向我国提交了合作申请。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国航天的这一次发展，全球都在等待结果，而未来的一系列活动将不仅仅是肩负着中国一国的期待，而是更多国家的期待。就在10月14日，印度一众自信的键盘侠还在国外社交媒体推特上为近期的多张俘虏图片强行反驳的时候，我国再度传出一段在中印爆发边境流血冲突之后，我军针对印度俘虏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疗和转运的画面。而尚且还在调侃印度人死鸭子嘴硬的外国网友很快被吸引了过来，一时之间评论区里各国网友欢声笑语，只有印度键盘侠们再度遭了暴击。有一个疑似是比利时的网友嘲讽，在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在比利时的官方新闻中听到过关于中国和印度的冲突，而如今自己再一次看到这个消息时，印度似乎还是和当年一样损失惨重。不少巴基斯坦网友也在其中积极评论，这就是那个自称要成为该地区的超级大国，中国的茶很棒。有巴铁网友阴阳怪气地认为，印度士兵也许会很高兴向中国投降，因为他们可以很快迎来他们人生中第一次的美食、良好待遇和厕所。他们可能是那个阿比南丹的追随者，茶总是很好喝，还顺手刷了一张对比图，在电影里的印度军人很威武，而在现实里却只能光着屁股在河边喝水。
值得一提的是，某某的茶很棒这个梗已经算得上是巴基斯坦人嘲讽印度人的标准回答。这是出自于2019年2月份，当时印巴空战，印度偷袭失败，战机被击落之后，飞行员阿比南丹被巴基斯坦当地村民俘虏。后来在移交给印度的时候，这个俘虏被问到自己被俘有什么感想，这个人就说出了惊人的他们的茶很棒，很好喝。于是在之后的2年里，就经常可以看到有巴帖用这个句式嘲讽印度。而被点赞最多的也是最为阴阳怪气的一个评论是，该网友认为从视频来看是2名解放军夹着一个印度战俘走，也就是说丧失了作战的机会。换个角度考虑，印度军方可以让1半的印度军队投降，这样就可以直接瘫痪解放军，甚至还能吃光他们的食物。想一想这个方案，它太可怕了。